我今天早上上市场买菜，看见一个档口有一个特别大的电磨在那卖现磨的芝麻酱和香油，那味儿老香了。我在那个摊主的极力推荐之下冲动消费了，我买了20斤芝麻回家自己磨。这回再用石磨吧，我们就有点经验了。我们上来就把眼罩套上了，但是芝麻并没有黄豆那么扛霍霍，搅快了就成渣子了。要想磨出很顺滑的芝麻酱，就只能这样慢慢悠悠的一圈一圈推，然后一次呢只能倒这1勺芝麻。这几盆我估计得盛个8000来勺吧。但磨芝麻酱不加水，石磨用就堵了。卖芝麻的告诉我，这个时候你点香油就好了。他这办法倒是好用，但是磨香油的时候往里点香油，那世界上第一滴香油是怎么来的呢？这10斤芝麻正好磨了10个小时，然后按比例倒入热水给它搅一搅，香油就浮上来了。哇，这个事儿太神奇了！它刚开始的时候就跟麻酱一样，但是不断的敲打就会浮上来很多很多油，而且芝麻在磨的时候就已经非常香了。我寻思磨成芝麻油不得更香啊！我们趁热赶紧尝了一下，这10小时真不白干呢，它跟外面瓶装卖的一点都不一样。我们自己磨这个香油一点香味儿都没有啊！我操了，哥们儿仨的，它没有芝麻味儿啊！然后在崩溃的边缘，我们又开始磨芝麻酱了。但我实在是没心态了，我出来拾到我这些手机。这是为了感谢粉丝支持，联合拼多多做的福利，都是全新正品的 iPhone 13，链接放到评论区了。大驴已经要下手了，你们也赶紧掏一下子。完麻酱磨了2个小时，实在是磨不下去了，已经磨了16个小时了，再磨就不是心态崩了，心脏就要崩了。早晨倒点自制的香油，再倒点之前自制的蚝油，调个油底。麻酱咋回事就别问了，你瞅我弟倒那玩意儿就明白了。我真服了，16个小时啊，那怎么香油不香，麻酱还干苦呢？完，我们昨天还特意在饭店借了一个奔驰锅，但家里电磁炉不香，我们又给它端到炉灶上去了。磨了1天1宿芝麻呀，到最后居然买的现成的调料，完蘸着吃顿火锅。我这一下彻底崩溃了。那原来我咋的也是一顿饭吃6、7个菜的手的呀，怎么现在一天吃1顿正经饭这么困难呢？我跟你们说，原来我爸找我都是问我儿子最近缺不缺钱呢？现在我爸找我就一个事儿，儿子今天晚上回来做点啥呀？完了他还吧唧嘴，真的我就没见过这么称职的父亲。等我这手有点不太行，我就给大手子喊来了，他来了还拿着把了，一顿在那指挥。我说你快别叭叭了，不做饭喊你来干啥呀？我他妈缺爹呀！我说想吃可乐鸡翅和水煮肉片，他说我没出息，净吃那小孩吃的玩意儿，他非要做一个梅菜扣肉，就拿这个肉汤和大肥肉片子拌饭吃。他说我保你爸滋儿一下就吃上头了。他本来以为我妈也在家呢，准备个女士菜松鼠桂鱼，但是我妈没在，他说给你弟吧，他成天穿的粉的撸的，吃这女士菜也没啥毛病。还有一个蚬子两吃和蒜蓉蒸虾。我说我爸不愿意吃这8壳的东西，他说没事，我愿意嗦了这玩意儿，等会炒完我带走。我说哥们，你出去给人炒菜干黄3个饭店不是没有原因的呀。完，我弟说太饿了，等不了了。我说你来一碗这莫小仙的重庆小面，5分钟你就能吃到正儿八经的重庆风味。你看这红油辣子是不是那么回事就完了？而且它是0脂面饼，吃着不腻口还好消化。但我说再好消化也没见过谁一气吃3碗。最后他炒了个青菜，还有个孜然羊肉片。我说我爸不吃辣，他说那我多搞点辣椒吧。哎呀，这一看在家也是个孝顺孩子。来吧，吃香香了，鲜衣、紫阳、薯鱼、蒜虾、柯基、清炒、梅扣、水肉、咸二，这菜都不错，但摆盘太磕碜了。我说哥们儿，你这2年是不是上屯子给人做席去了？我说爸，我今天得敬你一杯，这菜是大手炒的，碗是我弟刷的，我没想到我居然感受到你这种单安排的快乐。哎，我终究还是变成了自己最讨厌的那种人。今天给我奶做点饭送去，我奶最近倒是没骂我爷，那不得防患于未然吗？就像你对象跟你说没事儿没事儿，真没事儿，你心里明镜呢，其实就是完了全完了。上回整个肘子给我奶吃嗨了，这回我来个猪蹄儿吧，我奶美容。但我现在这个身体整个猪蹄儿多少是有点讽刺了。讽刺的不只是我们俩现在这双扣听了，这是。你说我俩一人就剩半拉玩意儿好使了，还在给我奶整狮子头呢。我就希望我奶能对我爷好点，真的。要再说过2天我爷又挨呲了，完给我俩整过来了。哼，那照这个架势，我俩应该是拄拐来了一个。2个肉菜怎么能治愈我奶呢？这小孩都明白的道理啊！赶紧的，猪肉炖粉条安排上吧。完了，我奶头2天说没吃过葱烧海参，我说这好办呢，孙子给你做一个葱烧木耳，实在不行再给你个葱爆肥
牛，都差不多的玩意儿。我说你这么大岁数，他走那形式干啥呀？第二天拉出都一样的。最后小的溜的拌了个凉菜，又整了个上汤娃娃菜，荤素搭配，你才能长命百岁。我弟在那打着包问我说：“哥，为啥有事都咱俩上啊？”我说：“这不都是因为你有个好妈，我有个好爸吗？”来吧，吃香香了，葱耳、爆牛、红狮、上娃。猪粉、烧蹄儿加凉，这猪肉炖粉条和点饭，狮头捣碎乎了再拌点饭，完了再啃个猪蹄儿。我爷这个礼拜应该是安全了。我弟不是手也坏了吗？可劲在我奶眼前晃悠，我都快怼我奶眼珠上了，寻思让我奶关心关心他。我奶看着之后非常感性的说了一句：“他说外孙子，你他妈能不能拿稳点，别晃悠，我他妈夹不起来这块肉了。”完了，全完了，翻车了。哈尔滨这两天太冷了，再加上有点别的热闹，我爷现在都去不了早市了。这一下我奶断粮了，这不行啊，得赶紧保护我方老头啊。但这两天冷真不是盖的，厨房不这么点一下根本待不了。我问我奶，我说天冷吃点炖菜行不行啊？我奶说炖行，菜不行。老太太天冷得吃肉。排骨给我奶炖上了，盛的时候我特意把豆角放底下了，因为排骨炖豆角和豆角炖排骨在我奶心里就是俩菜。猪蹄儿是整个给我奶卤的，吃的时候我奶说给我夹个小块的，我爸说没有小块的，都是整个的。我奶说对，在那3个里面给我挑个小块的。今天本来要蒸南瓜发糕，前面的步骤都非常完美，为了发酵快点，我放卧室吹空调去了。我姑父来帮忙，以为这是蒸馒头呢，这顿给我揉啊，尝试了各种补救措施，最后蒸成这样，这给我弟气的呀。我弟说在我家以后肯定是给他搬了，不管家里多少人，只要他按门铃就是没有人。最后给我奶焖了一锅牛排，还煲了一锅老鸭汤。你说这好孙子上哪儿找去？我弟说你快别美了，你奶还没有主食呢。完了我俩又订的外卖，换成自己家包装给我奶送去了。来吧，吃香香了，外包卤蹄儿、笋腿、鱼香蛋、京丝儿、排脚、螺丸、蒸宝、红牛、鸭汤，后娘打孩子又是一顿。我弟就怕露馅，坐那就开始吃，这一张干豆腐卷一个菜，眼瞅就干豆腐卷干豆腐了。等我奶这牛排吃嗨了，还真没发现什么端倪，他就觉得这包子馅有点小，告诉我俩说你俩下回注意啊。家里来帖了，而且一来就是4个，你说这点破事我一宿醒好几回，完了这手还好了呢，你瞅瞅这二人转跳的。我昨天晚上问他们，我说你们点菜吧，他们给我发的都是什么腰子、肥肠、生蚝，我说你们能不能吃点老娘们吃的东西，不怕吃完了回长胡子吗？这个烤猪蹄儿、部队火锅、巧克力慕斯，做这几个菜都没什么风险，但是这小炒肉呛的我差点没把眼珠咳嗽出来。来我家 K 包肯定少不了，但今天这个 K 包啊，我还放了点虾，所以它就是虾鸡包。怎么这么别扭呢？这个名儿。再分享一个温乎知识：丝瓜汤下奶。我也没别的意思，我就是告诉他们这活我能干。我说你们赶紧吃吧，等你真需要喝丝瓜汤的时候，你妈跟老婆婆肯定不让你吃完的。最后我寻思煎个虾饼，但我没想到我准备的是小心心，结果煎出来都是小圆脸。我怎么才能让他们相信这个事儿我没有暗示呢？来吧，吃香香了，烤蹄儿、浓肉、丝丸、虾鸡煲、烤土、夹饼、巧木不火。我说姐妹们都是老酒魔了，谁也别装犊子了。我特意准备了1箱米色，它的配料里只有水、糯米和糖，而且它才6度，不像那闷头辣口的玩意儿，这加点冰又解辣又解腻的呀。但是他们几个问我说5个人才1箱，你咋想？你说这帮混咱们的再好喝也不能拿米酒对瓶吹呀。送我俩喝一杯吧。好，为啥跟他喝不跟我？没有。我们4个敬你一杯。长句，来。哎呀，暂时没整明白这一顿是福还是祸呀。我姑昨天拉着我奶上市场囤了不少东西，说响应号召11不出门了，让我们也别去了，还让我求走不少东西。我说奶你放心吧，我们自己吃喝都没问题。我奶说给你的东西是让你做熟了给我拿回来，我有毛病，我这么大岁数操心你们俩吃喝。我姑说你奶就说着玩，那螃蟹和虾都是给你们俩买的，但这根牛尾巴不太确定，你就当一家一半吧。但这几根牛骨棒我敢肯定是他给自己买的，因为你奶站到那就走不动道了，我得10来年没看到他眼珠子放光了。
和了点馅儿，给我奶包了100多个饺子，这些饺子应该够11保住我爷的了。家里剩个馒头，炸成丸子了，这牛尾煎起来奶香奶香的。我寻有头牛在我锅里下奶呢，还做了几个东北版的酸口粤菜啊，脑血栓的酸。这牛骨汤也贼香，这种肉汤在东北必须下面条。开了2包莫小仙的重庆小面，这个料包有点东西，红油辣子味儿特别正，而且它是挂面，就添点配菜，这跟外面卖的没啥区别。最主要是价格合适，这3块多一袋。我弟说这个必买，这半夜订外卖配送费就8、9块钱，咋吃都是一股土逼味儿。来吧，吃香香了，蒸螃、小鸡、蚝香油、海粥、油大、玉猪脚、围子汤、广宝、玉猪胶饺、鳗丸、黄虾饺、稀髓、豉大排。我奶这骨髓可整过瘾了，管都不用了，全扒拉到碗里。他说我这煎饺不错，说吃完这个煎饺世上再无煎饺。但是我奶也有遗憾呢，他说我爸太忙了，要是我爸能拉他去市场，他高低还能拉回来2个肘子。孙子，给我来块肉。